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，遇见陈阿茂老师，非常高兴，我们又再一次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阿茂老师，赶快照惯例先跟老师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阿茂。好，还有高世峰老师，主持人好，高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老师，这一题有朋友想要请问一下，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关于倒房这件事情嘛？那底下是问说，倒房会影响的是哪些层面？老师，这一题可能只有你才有办法帮我们解答这一题的提问了，谢谢。倒房这个概念，现在外面的传说都没有好像很标准的一个答案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有些庙给人家供养阴灵，那到底这个阴灵是怎样才可以上去做供养？对，他认为说流掉的也可以。那当然，如果问我，不予置评，因为如果讲的太标准，变成挡人钱财，犹如杀人父母。所以观众朋友的这一道题，我比较讲一下标准的。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受胎，怀孕到妈妈正常把我们生下来有两个现象：一，胎死腹中，它也会生下来，所以生下来连呼吸都没有，它没有接到人间道的空气，它不算那个倒房。那如果从妈妈肚子这样生下来，刚好哇啦一声而已，对，代表它吸了气进去了，它就在人间道已经占了一个位置了。哇！所以只要离开母体有哭那一声，对，它就算倒房。是。那一般在讲倒房都在讲男的哦，对，不是讲女的。所以女的我们会讲夭折，对，男的我们会讲倒房。为什么女的讲夭折，男的要讲倒房？因为人家闽南话有一句话，姑婆没有上供桌，姑婆没上桌顶。是。那倒房的呢？像我就是长孙，我的爷爷在分家产给我爸爸跟两个叔叔的时候，我爷爷说，因为我三叔4岁多就死了，对，所以说我要过房传我的三叔，是，所以分房的时候，我这一个长孙还留一份给我三叔的这一份。那三叔因为4岁就走，整个家业他又没有参与，那再分不可能跟我爸爸跟我两个叔叔分一样多嘛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我这一个长孙也分了几分地。那闽南人讲说啊，这个叫做大孙业，长孙的基业。那为什么长孙就一定有基业？所以有人讲说，分家的时候长孙都要分吗？不一定。如果你本身没有像我们有一个夭折的那倒房的伯伯还是叔叔，对，都一切都正常的抚养长大，我这个长孙没有任何身份来跟我爸爸他们兄弟分财产。所以倒房必须要有人传承，因为有人传承了，他的支脉已经有分流出来，他才够格上供桌，而不是说，我们3个兄弟知道有一个哥哥不在，那以前不知道不讲，现在知道了，我们各自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，写上去，没有我们当兄弟的小孩有一个做他的过房的传承，写上去他也上不了供桌。因为我们讲说开枝散叶嘛，对，他这个支脉他都已经夭折掉了，对，没有人传承，他这个支脉怎么起来？是，所以这一个过房的动作必须他的兄弟的小孩来写一个过房书，对，他才够格上供桌。那我们现在又回归主题，那到底这个倒房的兄弟他的正当会影响到哪一个层级？是。我们讲说长孙就像最小的小孩，大孙顶尾囝，为什么顶尾囝？代表说他要概括承受他的这一眼的兄弟里面，包括倒房的，他都要概括承受。所以大孙顶尾囝，有人说这叫抱刀孙，阿公阿嬷100岁年老要抱这个的斗的。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倒房里面，他们都比较会正当，长孙第一个首当其冲。是。
那长孙如果起起伏伏，对，他还没有经过高人指点，也没有做过防动作，每一房的大儿子，他都会受这个震荡干扰。是。那我统计到现在，只有2种行业的那个长男、长孙震荡比较不明显。一个就是我可以猜一下吗？医生。对不起，答错了，没有猜对，好吧？继续学。第一个就是军人，军人献身为国啊，所以他义有荣焉啊。对。那第二个就是我知道，警察。对，警察保护百姓啊，所以各房的长男如果当军职、当警职的话，那个夭折的伯叔反而不太会震荡在他们身上。那如果不是这2种行业，包括你刚刚讲的医生，他照样震荡。真的啊。所以有些医者一段时间就会来个医疗纠纷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医者父母心呢，多么慈爱啊！是，但偏偏就有那种临界的震荡。所以我们武术界中人的存在，就是一些平常我们用人间道比较解释不出来的。可能就要咨询我们这种人。哇，了解，谢谢老师的解答。老师，我想说帮观众朋友问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爸爸那一代的话，倒房可以透过过房书的话来做处理，但是有些年代啊非常久远的，比如说到阿祖那个时候的倒房，那我们知道说有这些现象的话，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利益他们？请老师帮我们说明一下。谢谢。高老师的这一道题目很好的题目是什么？因为我处理过很多什么孙子生出来就是不乖，然后去问人家说，因为他的舅公还是他的伯公倒房，请问孙子跟舅公伯公是不是隔一代？爸爸那一代是啊，他就说啊，你就办个购房书给他传，好，那这个孙子传舅公传伯公，对，那他辈分是不是提到他爸爸那一辈啊？所以有人说有啊，我们有办啊，对，给他舅公还是给他伯公？过房啊，对，我说我们拜拜的时候，祖先的炉为什么会有2个耳朵？这叫做一代跨一代，所以一般在写过房书都不可以跳代，都只能够往上那一代。那高老师提的这个问题，好，阿祖，那我的阿公早就死了几十年、几百年都不一定了，那怎么可能用我的阿公那一代水去传？所以现在还好，我们的宗教里面佛门在他们的科仪里面有那个梁皇宝忏，所以梁皇宝忏里面，我们都可以为我们无缘进入祖先牌位的那些先人给他做剑拔。对，所以佛门的这一个规条限制没那么严。那老师的规条就比较严，我比较遵循儒家的这一个科律，了解，所以。没有照这样的礼数，还是没办法。明白。所以宗教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对，老师，那我再把问题浓缩一下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孙子辈阿公那一辈没有去过房，就是他的孩子那一辈没有做过房的承接的话，孙子是不能够越举的嘛？对啊，是吧？不能跳代。但是替代方案等于是佛门有开一个方便门，可以透过梁皇宝忏来解这个。没有传承到的难题嘛，是吧？是这样讲的。包括夭折的姑婆主，他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引渡的动作。哇，明白。感谢老师的解说，也谢谢高老师这一题的提问。再次谢谢您的时间。哇，我这一题自己也是听得非常的醍醐灌顶了哈。原来在传统的科仪礼仪上面，原来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在。那当然佛门也开了一个很方便的法门，让大家都可以所以每个宗教都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再次感谢老师的时间，谢谢你。谢谢老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一部影片真的非常重要，那记得分享出去，让更多朋友一起来认识财茂老师的好智慧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